如果在荒岛求生，最可口的食物当属龙虾，而今天贝爷就抓到了一只3斤重的大龙虾。等烤熟后，先来上一口鲜美的虾黄，这东西吃着不过瘾。随即他拿起了最肥美的龙虾肉。This is good morale. Wow. 本期贝爷来到了太平洋西部的托雷斯海峡，在这片海峡中，最多的就是岛屿和海鲜。贝爷将选择一座看起来比较顺眼的小岛完成挑战。等到达地点后，他从直升机上一跃而下。这片海域看似安静，实则危险重重，不仅有鲨鱼出没，还有剧毒的水母，这些都能给人带来致命的危险。刚游上岸，贝爷就发现不远处有一条小鲨鱼在徘徊。由于刚到这并不是很饿，贝爷决定先放过它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了解小岛的环境、防护、救援、水和食物，对他来说缺一不可。所以贝爷打算先爬到制高点来观察一下整座岛屿。他找到了一条垂直的岩石缝隙就往上爬，但这条岩石缝隙并不好爬。贝爷只向上爬了一个台阶，就发现上面的缝隙越来越窄，他只好调整方向，利用反作用力一点点的向上挪。此时如果稍有不慎，就有可能领盒饭。尽管悬崖的高度只有30多米，但等贝爷爬上顶端后，感觉2条胳膊都要废掉了。不过努力并没有白费，从岩石顶上居高临下俯瞰整个海湾，发现海湾是由一座火山口形成的。为了看得更加全面，他又开始翻越岩石前往更高的地方。在这儿，贝爷发现了旁边紧邻的另一座岛屿。凭借他多年野外生存的经验，很快判断出对面小岛的物资应该会更加丰富，于是任性的打算前往另一座岛屿。可想要到达那里，只能从海里游过去。游泳对于贝爷来说是小 case， 但水里游动的鲨鱼贝爷可惹不起。不过为了更好的生活，他还是打算搏一把。贝爷找了一根长棍就下了海。等来到中间时，一条鲨鱼感应到了开饭的信号，立马呼朋唤友，屁颠颠的游了过来。此刻的贝爷好想逃，却又逃不掉，无奈之下只好做足和鲨鱼们开战的准备。鲨鱼们晃悠了几圈，看贝爷没有动手的意思，便放松了警惕。贝爷瞅准时机，夸夸几个大跨步直接跑向了沙滩。这座岛屿也正如他想象的一般，物资确实丰富。还没走2步就发现了椰子树，贝爷利用自己的爬树技巧轻松上树。等下来时，身边就已经多了一颗椰子。紧接着熟练的拿起小刀砸出一个洞，在吃了一口新鲜的椰肉后，又立马炫了一口椰汁，这感觉简直太爽了！你一定没见过如此奇葩的取水方式。贝爷将竹子插入香蕉树的根部后，又在地上挖个坑铺好香蕉叶。香蕉树含有丰富的水分，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，里面的水分就会随着竹子流出来。虽然麻烦，但这种方法在缺水时却能救你一命。接下来就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搭建庇护所。经过一番勘察后，他发现树林里全是虫子，最佳的地点还是海滩边。于是贝爷挑选了一个可以遮阳的树荫作为营地。选好地点，他又挑了一棵粗壮的竹子，从中间部分砍成条状散开，这样一个简易的吊床就做好了。不过还没完事儿，贝爷打算再做一道防虫墙来隔绝海风吹过来的沙子。他找来了一些棕榈树叶，将其分散开来绑在吊床旁。做完这些后，贝爷来到了海边，开始为自己的晚餐而忙碌。他在沙滩上找到了一条腐烂的鱼，虽然不能吃，但鱼刺却能制作鱼钩。有了鱼钩，贝爷又在浅滩抓了一条沙丁鱼当做诱饵，随后就开始了钓鱼计划。没想到荒野求生也能有这么惬意和美好的时刻，这次他的运气还不错，刚开始没一会就有鱼儿上钩了。夜晚，贝爷拿着战利品美滋滋地做起了烤。看惯了生吃食物的贝爷突然吃上了熟食，多少还是有点不适应，但他本人表示很满足。吃饱后就躺上吊床美美的睡去了。直到第二天早晨天光大亮，贝爷才慢悠悠的起床。起床的第一件事是先打磨被海水腐蚀的小刀，这可是他保命的东西。等把装备升级完毕，贝爷顺着海滩发现了一个岩洞，在里面他还找到了一张破旧的渔网。贝爷预感自己可能会用到，于是割下了一块随身携带，接着继续在岩洞里摸索。当走到岩洞的另一头时，一座新的岛屿出现在他的面前。这个岛屿更大，上面或许会驻扎着海警，但想要到达那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贝爷打算好好准备一番。他回到了香蕉树下，此时取水器里已经蓄满了水。贝爷迫不及待地趴下去喝个饱。可接下来的跨海行动，光喝个水饱体力肯定是跟不上，还得补充蛋白质才行。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油然而生。鲨鱼吃人常见，但你见过人要吃鲨鱼的吗？这个往海里撒尿的男人是贝爷，这可不是什么素质问题，而是他想要靠气味来吸引鲨鱼。是的，经过昨天与鲨鱼的切磋，贝爷觉得自己有些窝囊，于是今天便主动挑衅起鲨鱼。鲨鱼也很给面子，没过几分钟就游了过来。这次贝爷没有退缩，而是找准时机一下子冲进了水。估计鲨鱼也没见过那么虎的人，被吓得四处逃窜，最后直接游离了这片海滩。贝爷看着越游越远的鲨鱼十分失望，看来吃鲨鱼补充蛋白质的想法要落空了，现在只能想其他办法来获取蛋白质。在海岸边，他发现了一些海洋垃圾，其中一节橡胶绳吸引了贝爷的注意。他将橡胶绳绑在竹竿上，制作了一把简易的弹射枪，随后又用塑料瓶做了个潜水镜。装备制作完成，接下来就是猎杀时间。贝爷潜入水中寻找猎物，看着经过的鱼群，压根没打算动手，因为他的目标是更大的东西。突然一只龙虾经过，隔着潜水镜都能看到贝爷放光的双眼。
下一秒，他抄起弹射枪就朝着龙虾射了过去。这一击直接命中了龙虾。贝爷看着这只足有3斤重的龙虾，别提多开心了。回到营地后，先把龙虾放在火上炙烤，等烤熟，拿起小刀挑出虾黄品尝一下，这东西吃着不过瘾。随即他拿起了最肥美的龙虾肉。This is good morale. 这感觉真是倍儿爽！补充完蛋白质，该准备渡海工具了。贝爷先用小刀砍下一些竹子，然后将它们摆成竹筏的形状后，利用绳子一一绑了起来。最后，贝爷想起了自己捡到的渔网，随即拿出来制作了一个船帆。竹筏制作完成，接下来就是扬帆起航。等他飘到海上后，才发现海风海浪太大，根本无法掌控竹筏前进的方向。好在有船帆的帮助，贝爷的心里感到了一丝安慰。或许是此次的荒野求生过于顺利，老天爷实在看不下去了。一场暴雨突如其来的降临，海风也随着雨势慢慢变大，贝爷渐渐体力不支，落入了海中，船帆也被海浪冲走了。贝爷死死抓住竹筏，这是他唯一的希望。随着海浪不断的拍打，竹筏成功处碰到礁石，贝爷也顺利爬上岸。为了节约时间，快速到达救援队所在的地方，他只能翻越丛林抄近路。在经过这一番波折后，贝爷成功和救援队会合。至此，这场海岛冒险正式结束，贝爷也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。